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2月13日星期五，佛历3月下11，万象多云，22到33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145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82.1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5 基普，跌幅 0.22%。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4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基普，涨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82.27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5.98 点，涨幅 0.47%。开盘 1278.42 点，最高 1282.27 点，最低 1263.65 点。成交量53万5500股，成交金额11亿1061万5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2190基普，交易量24万6600股，其次是中老证券和联合发展银行。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2190基普，交易额5亿4044万2000基普，其次是联合发展银行和老挝电力。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5240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38万基普，跌幅 0.72%。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2月11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81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46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646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选举宣传动员分委会赴风沙里省指导工作。2月12日，选举宣传动员督导组组长通里希苏里赴风沙里省督导第10届国会及第5届省级人代会选举筹备工作。风沙里省汇报称，自2025年底以来，已全面启动宣传动员方案，涵盖预算编制、各县宣传点布局及骨干官员培训等工作，旨在动员社会各界营造热烈的投票氛围。通里希苏里对该省进展表示认可，并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积极态势，确保选举任务高质量，按计划圆满完成。2. 占巴塞省国会议员候选人考察会望黑水库灌溉项目。2月11日，占巴塞省委书记阿伦塞孙纳拉率国会议员候选人代表团考察会望黑水库灌溉项目，该项目总投资超过2600亿基普，目前已进入第2阶段建设并开始蓄水，水库总库容4700万立方米，为彭通县1760户家庭提供灌溉支持，涵盖雨季2500公顷及旱季1500公顷的农田。阿伦塞孙纳拉强调，务必落实土地补偿与安全监测，确保项目切实提升当地百姓生活水平，助力全省农业商品化发展。3. 万坎县公安局向失主发还被盗财物。2月12日，万象省万坎县公安局举行仪式，向失主发还了于2025年12月被盗的财物，包括从农林部门及私人果园追回的太阳能电池板、水泵及空调等物资。万坎县警方通过专项行动成功破案并追缴赃物，及时挽回财产损失。警方借此提醒社会各界加强防范意识，并积极向公安机关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失主代表对警方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表示高度赞赏与感谢。4. 占塔布里县举办中小学生艺术比赛。2月12日，万象市占塔布里县启动2025到2026学年中小学生艺术比赛，全县公、私立学校的幼儿园至高中学生广泛参与，项目涵盖歌唱、舞蹈及传统民歌。县教育部门表示，比赛不仅是为了选拔优秀艺术人才参加市级和国家级赛事，更是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增进校际交流。活动为期2天，将于2月13日结束。
5. 政府将公路安全列为首要任务。政府高度重视公路安全问题，针对逐年增加的伤亡和财产损失，通过公共工程与运输部及公安部联合推行5大支柱措施，涵盖安全管理、基础设施、车辆标准、驾驶习惯及应急救援。国家公路安全委员会正通过修订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完善驾考制度，加强国际合作及筹措资金等方式深化治理。2025年数据显示，老挝全国发生事故6779起，致917人死亡，主因为酒驾、超速及违规超车。政府呼吁严厉打击交通违法行为，并配套完善法律保障，以确保民众出行安全。6. 为和平而行僧团徒步3700公里抵达华盛顿。2月11日，由美籍越裔僧人潘纳卡拉比丘率领的19人僧团，顺利完成历时108天，跨越美国9个州，全长约3700公里的为和平而行徒步任务，抵达终点华盛顿特区。该活动旨在全球局势及美国国内移民政策引发动荡的背景下，传播和平与慈悲的理念。僧团沿途受到民众广泛欢迎，目前已抵达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并计划前往林肯纪念堂举行活动，以此向世界传递和谐与同情的信号。7. 多家企业慷慨解囊资助2026年沙叶五里大象节。2月10日至11日，多家企业与金融机构向沙叶五里省政府捐款，支持即将在2月14日开幕的年度大象节。赞助单位包括未来鹏建设、PSC 集团、乌通棚路桥建设及省海关、农村发展银行等。沙叶五里省省长端达塞武接收捐款并颁发证书，感谢社会各界对这一盛大文化节庆的支持与贡献。8. 色贡省青兰村发生严重火灾。2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色贡省青兰村发生了一起惨烈的民房火灾。据现场目击者称，火势异常迅猛，整栋房屋被烈火吞噬，场面令人揪心。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对起火原因及具体的财产损失情况进行详细调查。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